南天宝席敌江丘，巧叠精雕12楼，画作边章斜不去，留他危邸正中州。这里就是位于长江边上的石宝寨，它是距离重庆中线45公里处的长江北岸。从远处看，石宝寨犹如一座平底拔气的陡峭孤峰，因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它是四面环江，是在长江当中。但其实如果近距离的发现，它分明是一座依着山体修建的人工建筑。石宝寨还有一个特点，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、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。所谓穿斗式木结构，就是说在修建的时候没有用一颗钉子，建筑的材料搭建全靠木与木之间的嵌合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榫卯结构类似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不得不感叹，也佩服中国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术与智慧。石宝寨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时期，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当时的中州知府修建了石宝寨顶峰的一个天子殿。在明朝末年爆发了一个农民起义，被当时的一个起义军首领占领。到了清朝乾隆年间，又在山顶修了一座庙。在那个时候，上山还没有道路，只能靠一个铁索前进，相当于是绝壁道路。到了嘉庆年间，为了取代上山的不方便，修建了9层阁楼，就是我们说的穿斗式木结构。等一下我们能够上去看一下。这个石宝寨的名字也颇具神话色彩，相传是当年女娲补天遗落一块五彩石在这里，这块宝石便是现在屹立在长江边上的，像我们说巨人的脚踩在江中一样，并且这块石头像一块玉印，因此得名玉印山。那到了明朝那个起义军占领之后，便把这个地方叫做石宝寨。在云贵川有很多寨子，然后这里是整座石山，又是孤峰，就跟我们在黄河乾坤湾那里看到的一个山寨是一样的。整个石宝寨依着险峻的山势而建，层层屋檐与怪石相间，令人称奇。这个石宝寨非常惊险奇雄伟壮观，因此被列为世界8大奇异建筑之一。美国探索频道将其称为中国7大奇观之一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石宝寨上面看一看。由于石宝寨是坐落在长江当中，所以过去的话必须走这样一条栈道。石宝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经常我们说到悬崖村，那么这个石宝寨其实是4面悬崖，跟我们看到的悬崖村都不一样。那么这条桥是进出的唯一通道。打个比方说，假如说长江涨水，就是到了汛期，那么这个石宝寨4周都是水的，只能靠这个通过。所以这个真正的悬崖村就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们是在岛上，其实从画面中也能够看到，这上面全是石头，也就是我说的一个石山。现在这里面还是挺安静的。它这里好多三国的故事，而且好多是关羽的故事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幅壁画是现在的，它讲述的是关羽败走麦城，就这里，关羽的刮骨疗毒、华佗，这些古老的就有很多题刻。瞻之在前，它是出自《论语》的第11章，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意思是说孔子的学问非常高，我抬头仰望，越望越觉得越高，我努力钻研，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。来到这个石宝寨，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建筑。我们一开始说了，这个建筑全是用木头建造，没有用一颗钉子，这个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工匠。总共是12层，其中下面9层是属于明朝，就是原版的建筑，那后面3层是1956年重新修建的。这里相当于是寨子的山门，上面有小蓬莱，梯云直上。那么说到这里就是神仙居的地方，一般我们常说蓬莱仙岛，那这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也可以称呼是寨门，大概是6米高，是属于砖石结构的。在这个寨门的上面还有五龙捧圣，就代表这里的地位之高，可以看得非常清晰。前面是五龙捧圣，在寨门的顶部就是后面还有双龙腾起，这看得出来。
中间就是哪吒闹海，非常精美啊。这些应该都是原版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1楼，感觉这些建筑啊都没有一颗钉子，而且这些是画的这些雕刻，像神兽，好些还有像12生肖，特别有意思。现在往上面走一走，比较陡峭，马上到2层，全部是密密麻麻的柱子撑着，木和木相结合，没有用钉子，这些都是啊，可以看得到，纵横八错，厉害吧？以前它都是靠着这个崖壁修建的。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洞穴人家。那这里还有一些雕像，是谁？八幡子。八幡子在重庆这一带非常有名。八幡子的墓在重庆市区。那八幡子是这样的：东周末期，八国内难，因为这里属于八国嘛，我们常说的巴蜀。当时镇守将军八幡子因国家兵力弱小，当时呢就向楚国借兵以平息内难，并呢答应以3座城池为谢。内难平息之后，楚国使者来索要3座城池，但是八幡子不愿意割让城池，又不能背信承诺，所以呢就自杀了，向楚国致歉。楚王听闻之说，我不能得到八幡子这样的忠臣，要城池何用？于是下令用上卿的礼仪安葬了八幡子的头颅。八国呢也以上卿的礼仪葬了八幡子的身躯，确实了不起。400多年，这个建筑还这么完好，并且全是用木头，没有钉子。那么，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，都完好无损。那就证明古代的工匠的技术确实很厉害。这里是第3层，在每一层有一个相当于大的观景平台一样，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外面就是长江，在长江上面，现在又能看到一艘，那是游轮吧？这个穿斗式结构其实相当于是横梁为穿，竖柱为斗，穿斗之间相互牵合，就是横竖相牵合。这样呢，能够保证一个建筑呢，它先把整体框架搭好了，后面相当于把外面窗户门这些装修好了，全程不用一颗钉子，就跟我们现在建房子一样，先搭一个框架，用水泥，后面呢，然后把砖全部放进去。可能现在这个房子也是借鉴了以前的这种建造方式。在3楼中间靠近崖壁，这里有几个字“直方大石刻”，是清朝嘉庆年间有人题刻的。直方大是出自哪里？出自于易坤，意思是平直、端方、正大。那么这个地方雕刻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描绘石宝寨厅直、庙方、楼大。因为石宝寨就是这样的。那么直暗含忠献人民、耿直大方。它这里的直啊，可以看到少了一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耿直要因人而异，如对待奸诈小人，便要多长一个心眼。因此这里呢是少了一横，就是我们说的要有防范之心，不能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。对忠厚老实的人可以掏心掏腹，那对奸诈小人要留一个心眼。看看古人的智慧，全部是根据山体的形状。在重庆很多建筑是这样的，这里是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它就把柱子相对来说弄短一点，都是根据山的形状来建造的，了不起吧？你想这里也很明显，那这些石头凸出来了，那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呢，空间就相对来说小一点，往那边移，空间就大一点，太漂亮了。长江两岸的风景，漂亮吧？我们旁边大家看看这些建筑，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县城？其实错了，这里是一个镇。这些就是登山的道路，
古时候没有修建这座四宝寨的时候，它就是登山道，非常惊险。在之前也就是叫铁索道，你必须拉着这个铁索才能走上去。这里是第9楼，风景美如画，本想吟诗作画，奈何无文化。这是经常有这样的玩笑说法。长江的货轮太多了，数不胜数啊。往前走一下，就是1到9楼，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这些建筑是当年原版的。9楼之上就是1956年修建的，比较简单一点，跟下面完全是两重天的感觉。但是在上面看风景还是很好，登高望远。那这个天子殿也是那个时候的。天子殿始建于明朝万历的时候，清代多次重修，是石宝寨现存最早的建筑。天子殿这里供奉的是关羽，简称关帝，也是关胜，俗称关公。关羽大家非常熟悉，我们就不用介绍了，好多地方都有。